送外卖供青梅上大学，她说毕业就嫁给我，我却在送餐的夜店见她坐在老男人腿上含笑喝酒。男人看到我，故意亲她一口，他就是缠着你的乡巴佬。我抡起拳头要揍男人，他泼了我一脸酒，就你那5000块养得起谁？滚！好，我滚。后来找到亲生父母的我变成有钱人，他却后悔倒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去夜店送外卖，我竟然看到女友周婷的背影，她不是去图书馆了吗？我自我破，说不定就是撞衫了。那件裙子是我要送给她的求婚礼物，为了给她惊喜，我把它藏在衣柜里头，她都不知道怎么会穿着坐在别的男人腿上。可当我要离开，熟悉的娇笑声传来：“王总，别咬了，人家痒。”这声音是他没错。我停下脚步，返回包间门口。他抬头的瞬间，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，最中间的秃顶老男人紧紧抱着他，把头埋在他颈窝，逗弄着他的耳垂。他边躲痒边捶男人胸口，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流转。平时我开玩笑都会脸红的他，此刻丝毫不顾包间里那么多人看着，自然的和老男人调笑。我好像被冰水从头浇到脚，寒意彻骨。我一脚踹开门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。周婷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想起身，却被男人紧箍腰肢，动弹不得。男人故意亲她一口，他就是你说的缠着你的乡巴佬。乡巴佬，我不敢相信他会在另一个人面前这么诋毁我。拽起他，婷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他打开我的手，讥讽道：“没有什么狗屁苦衷，我们宿舍的都穿名牌，买名牌包，你一个月5000块的工资能养得起谁？”我怔住，我的工资是不高，可我全部都给他花了。男人为了羞辱我，把一张卡塞在他胸口。宝贝，不限额，随便刷。周婷笑得谄媚，搂着男人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男人得意洋洋地向我竖中指示威：“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也可以给你。”我放下尊严，试图挽回。乡巴佬，这卡额度可是100万，就凭你送外卖，估计得送到下辈子。男人拍我脸，不屑地说。包间内的其他人立刻哄笑起来：“要不你跪下来学狗叫，哥几个点外卖，让你多挣点。”对对对，要不说还是你会。嘲笑声似海浪般吞没我。我抡起拳头要揍男人，周婷拿啤酒泼在我脸上，死缠烂打：“你见不见啊？滚！”周围的人开始附和：“耳朵聋了吗？乡巴佬，赶紧滚！也不打听打听王总是谁，他的女人你也敢打主意？”我不甘心地看向他：“周婷，你别后悔。”他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：“后悔？认识你我才后悔。”出了夜店，一辆迈巴赫停在我身边，司机高叔想要给我打伞，我推开他的手，只想站在雨里淋个痛快。我和周婷青梅竹马，都是来自农村。他爸爸坐牢，妈妈在他小时候就跑了，奶奶整天打麻将，根本不管他。我是爷爷捡回来的孤儿，没有父母。同样的经历让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学习不好，是我拼了命给他补习，他才勉强考上大专。为了凑够他的学费，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转身就找了3份工作，没日没夜的打工供他上学，还在他学校附近找了城中村的房子。空闲时我帮他洗洗衣服，做些好吃的送过去，怕别人嫌弃他有个送外卖的男朋友。每次我都放在门卫那儿，对他有求必应。别的女孩有的尽我能力满足她。城里不比农村，总不能太寒碜。她越长越美，虽然穿的不是什么名牌，
但也掩盖不住他的魅力。我知道追他的人很多，但是我们一起长大的感情，有谁能比得上？他会热情地吻我，说世上没有比我对他还好的人，不止一次。我压制自己躁动的心，拥着他睡着，没进一步。我只想有能力给他好的生活后，再完整的拥有他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几天前我献血救人，因为血型稀有，竟然意外找到亲生父母。当年我走丢后，他们找了很多年，遍寻无果后，他们开始创业，说只要他们站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总有一天我可以找到他们。本来我打算等他毕业，向他求婚时告诉他一切，我有能力给他好的生活，他不用羡慕别人。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，他就抛弃了我。少爷，走吧。高叔催我离开。刚在包间里的一伙人也从夜店出来，看见我站在豪车前，又开始嘲讽我，穷逼肯定是把人家车撞了，他一年工资都赔不起吧？我看把他卖了都赔不起吧？我看了眼我送外卖的小电驴，是有点像那么回事。高叔气不过要替我出气，我拦住他，就是些垃圾，我应付得来。周婷挽着王总的胳膊走在后边，看见我时翻了个白眼，满脸嫌弃。王总眼尖的认出了高叔，还要双手握住高叔的手。高总，您怎么也在这？高叔嫌弃地抽出手，拿出纸巾擦了擦，扔在地上。王总讪笑，收回手，继续恭维：“是我冒昧了，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专门去拜访您？到石如园那个项目，还想拜托您在老高总面前美言几句。不用，什么时候都不方便。你认识他？”高叔看向我，王总直起腰，不屑地指着我：“这乡巴佬还不配我认识。不过他要是惹您不高兴，我找人。”王总在脖子上比划了下：“很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”高叔咬着后槽牙回道。王总以为马匹拍成功了，啐了我一口，搂着周婷洋洋得意离开。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给我看，王总的肥手在周婷的屁股上抓了几下。再见面的日子来得很快。回到高家的第二天，我的亲生父母非要为我举办认亲仪式，仪式在高家的酒店举行。一早我就被收拾得利利索索，看着镜中脱胎换骨的自己，我不觉感慨，钱的确是个好东西。有人为钱奔波挣扎在温饱线，而有人因为有钱享受更多的资源。有钱不一定过得幸福，但没钱一切都会成为考验，无论是爱情、亲情还是友情。妈妈说她闺蜜的女儿今天也会来，特意叮嘱我要照顾好她，所以我站在门口翘首以盼，等着那位老妈口中的杜淼淼。哟，改当门童了，还真是哪儿都有你。王总挽着周婷站在我面前，阴阳怪调。他揪住我的领带：“租来的吧？还不错。乡巴佬，西装是父母亲自帮我定制的，市面上根本没有，像他们这种级别压根接触不到，更别说识货了。”我一点也不生气，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。周婷不耐烦地把我拽到拐角处：“齐泽，我知道你在跟踪我，但是我们不可能了。这5万你拿着，不要再缠着我。”我推回去，他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。我猜到你不会要，想 peach。我无语，谁特么现在还用现金？转账吧。他的脸瞬间结冰，碍于面子，他不情愿地给我转账，却发现我把他拉黑了。于是抢过我的手机，熟练地输密码，却发现密码错误。我拿回手机，打开收款码，总共11万8千，你转我11万就可以。周婷差点没站住，踉跄了下：“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那些钱不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？”我冷笑：“好一个心甘情愿！我是曾经爱他，但我不是傻子。
人都是撞了南墙才学乖的，不会王总连这点钱都没给你吧？上次的100万卡呢？谁说的？他咬着牙给我转过来，钱收了就滚远点。我把他抵在墙上，附在他耳边，是吗？用我的钱当分手费？他耳尖泛红，恼羞成怒地看着我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推开我，他头也不回地跑开。留在原地的我怅然若失。钱是收回来了，可这些年的时光回不去了。突然有人拍了拍我，甜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我回头，竟然是他。我们同时惊叹是你。一次送外卖，见他试了半天倒不进去，我顺手帮他把车倒进车位。本就是一件小事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没想到还会再见面。她长得很高挑，黑色长裙勾勒出她曲线的身材，微卷的长发落在肩头，淡妆衬得她精致美丽，很耐看。我一时间有点走神，回过神，尴尬地抵着鼻子，轻咳2声冷静自己。她狡黠地笑笑，揶揄道：不怕女朋友吃醋？我连摆手，着急解释：没女朋友。我们聊了很久，没想到更巧的是，她就是妈妈让我等的杜淼淼。她的长相和气质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型，学历高，双商高，说话娓娓道来，不会因为我没上过大学就瞧不起我。我们很多想法莫名契合，她给我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我看得出和我聊天他也很开心，小小的情愫在我心里发芽，同时又有隐约的不安。如果我不是高家的孩子呢？他还会对我友善吗？仪式快开始，来的都是大佬名流，很多电视和网上才能看到。我和杜淼淼一同进去，周婷看到我震惊不已，不停地冲我使眼色。还真以为把我的钱还给我就能让我听话，真是可笑。本来我没打算要的，可他非要用这种方式让我后悔当初的付出。不要白不要。他端着酒杯过来，目光不停地在杜淼淼身上打量。我说过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你故意找个女人来气我也没有用。我真是无语，以前都没发现他这么自恋。不，应该是他一直都挺自私，是我被感情蒙蔽，没看清他的真面目。爷爷生病的那几年，我跟他商量能不能每个月少给他打点钱，他骂了我一顿，说别人都有名牌包包、衣服，就他没有，现在连生活费还要节省，他的命怎么那么苦？他一哭我就没办法，男人嘛，不能让自己的女人幸福就是没本事。于是我又找了份兼职，累到高烧也不舍得去医院看。现在想想，他的苦难不是我造成的，反倒是我为了他一直在放弃自己的前途。还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迷途知返。你是不是有点大病？我是来参加宴会的，就你配吗？他看了眼杜淼淼，恍然大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傍了富婆带你进来的。没想到我不要你，对你打击这么大，开始自甘堕落了。杜淼淼拍手称赞，管那么宽，家住海边吗？我忍不住嗤笑。温柔的她对起人来像个小刺猬，莫名可爱。她牵住我的胳膊，冲我眨眨眼。我明白了，她想要我配合她表演。她转头看向周婷，谢谢你眼瞎，让我遇到这么好的人。周婷气得攥紧拳头，抬起手又想拿酒泼淼淼，我扼住她的手腕，反泼回去。红色的液体顺着她的头发一滴滴落下，她红了眼眶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齐泽，你为了别的女人这么对我？她怒气冲冲地吼道。我浅浅一笑，你找别的男人时有想过我吗？主持人的声音响起。我不想与他过多纠缠，保安过来把他请了出去。刚刚谢谢你，我对淼淼说道，不白帮，下次请我吃饭。我愣住，
还有下次，人家女孩都这么主动，我再扭捏太不爷们。好，请你吃最好的。宴会开始，主持人讲了我童年的悲惨经历，引得在场的宾客纷纷落泪感伤。童年的回忆我多数记不清，最痛苦时是被人贩子打得浑身是伤，一口没吃，饿了2天。我要到钱，他才给我饭吃。好不容逃出来，又被不认识的大娘迷晕带进大山，途中意外失足掉进水沟里，才被爷爷捡到。那段童年经历让我对周婷的生活感同身受，也不知是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救赎，我下意识地想对她好，可能连我也不清楚对她到底是爱情还是同情。妈妈这时走下台，来到我面前，紧紧拥抱我。虽然我们相认不过短短2天，但血缘的关系就是这么神奇。看着相似的面容，相差10几年的隔阂瞬间土崩瓦解。我们一起走上台，妈妈宣布我就是她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，也是高家企业唯一继承人。我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手心全是汗，说话都在抖。雷鸣般的掌声响起，我却只注意到渺渺鼓励的目光，如沐春风，心里平静很多。周婷突然发疯，冲到前面，指着我对大家说：“他就是个送外卖的，你们被他骗了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生在山村，长在山村，不可能是高家丢了的儿子。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”生怕大家不信，还让我给大家证明他说的是对的。高叔过来请他走，他像发现救命稻草似的：“你，我们那天见过，他不是还撞了你的车吗？你快告诉大家，他是不是送外卖的？”高叔点点头。周婷兴奋地大笑起来。爸爸问谁带周婷进来的？高家没有这样的亲朋好友。王总冲出来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：“你给老子闭嘴，臭婊子！”周婷不解地捂着脸：“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”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周婷把王总脸上抠出好几条血印子，他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毕竟男女力量悬殊。王总骑在他身上，一拳一拳打他。保安过来拉开两人。周婷看着我吼道：“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，是你先背叛我的。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？你摸良心问问自己。”我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，他低下头，不知道想些什么。片刻，他冲到我妈妈面前：“伯母，我是你的儿媳，不信你可以问齐泽。”我妈甩了他一巴掌：“刚才诋毁我儿子，这会又来攀亲，你这种墙头草，我们高家看不上。”我招招手，保安把周婷拖了出去。王总跪在我面前，连连向我道歉。是我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他不停地扇自己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说实话，我是很讨厌他，恨不得扒他皮抽他筋。但今天是认亲仪式，我不想给父母的脸上抹黑。我扶起王总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以后再找你算账。”王总吓得脸色惨白。高叔命人把他拉下去。没有了他们两人的闹剧，宴会回归正常。我被父母拉着给宾客敬酒，从没这样经历的我显得很不适应。没一会我就招架不住，独自躲在楼顶抽烟。在烟蒂快燃尽时，有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我下意识躲到一边角落。待我看清，原来是王总和周婷两人。王总哄着周婷：“宝贝，刚才也是迫不得已，别生气了。哼，打我的时候是别人勉强你的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”王总把周婷拉进怀里，满脸淫笑，肥厚的嘴唇吻上周婷，两人忘我的亲在一起，情到浓时。周婷趴在墙上，王总提枪上阵，我录下视频，留作后手。这2天的调查
周婷早在大二的时候就跟王思混在一起，我傻呵呵的被人戴了2年的绿帽子，这口气任谁也咽不下去。王总是家世的人，听说家里那位还不好招惹，是有名的母老虎。2人解决完，商量着怎么骗我这个冤大头。宝贝，你去找那个乡巴佬，如缘那个项目成了，我就跟老巫婆离婚娶你。真的吗？哪还能有假？毕竟你肚子里还有我的种。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周婷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我实在忍不住，从角落走出来。2人吓了一跳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机。王总不行啊，3分钟也不知道喂饱你的宝贝没？王总被我噎得脸色通红。周婷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毕竟在我这她可是贞洁烈女，光天化日之跟男人苟合，还被我看到，她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踩在地上碾碎。你们看我像傻子吗？我揪住王总衣领，一拳打在他脸上。在我的地盘，他不敢还手。再说他也打不过我，最后只能跟孙子似的求饶。晚了，我拍拍手。王总的手机响起，他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凝重起来。相信电话那头已经把情况告诉他了。以高家的实力搞垮一个小微企业不在话下，有仇必报是我的准则。是你搞的鬼！他怒目圆睁。对，你有意见？我挑眉冷哼。他家的老巫婆来得很快，带着人赶来。王总瞬间怂得跟阴沟的老鼠一样，跪在他老婆面前，指着周婷说是他勾引她。周婷难以置信地看着王总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呀，臭婊子！”他话没说完就被扇倒在地上。王总老婆一脚踩在他肚子上，还想下蛋鸠占鹊巢，不看看有没有那个可能？周婷蜷缩身体，紧紧抱着肚子，血顺着他的腿流出来。我制止了王总老婆，这是高家的酒店，我不想让他沾上命案。王太太，方便的话，你带人离开吧。王太太对我感激地点点头，带着王总离开。周婷晕了过去，我把她抱下楼，放在酒店的后门，打了120。认亲后，我爸带着我巡店熟悉业务，他很想让我接手公司，但我还是在洗手间听到大家对我的不满。我的确是没经验没学历，别说他们换做我，面对空降也不服气。一番深思熟虑，我踏上去英国留学的道路。我的成绩一向不差，要不是供周婷读书，也不会蹉跎那么多岁月。虽然有身份和金钱的加持，但没真材实料，就是给我做金山，迟早也得败空。国外求学的日子孤单又忙碌，空闲时我总会想起淼淼。出国前，我请她吃饭，吃完她带我去玩密室。说实话，我也有点怕。但看见又怂又爱玩的他躲到我怀里，我嘴角上扬，忍不住笑意。因为时差，我们发消息不同步，可他总会回复我，耐心地帮我分析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其实我都能解决，就是想他想得要命，打算放假回去向他表白。偶尔从高叔那听到国内的消息，王总被他老婆打残了。据说那儿彻底不行了，甚至还被几个童给办了，精神失常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周婷换了手机号加上我，不停地谢我，说要不是我帮他叫救护车，恐怕他早死了，他的孩子没保住。我就跟看新闻似的，不再兴起波澜。过去就像一场噩梦，梦醒我要向前看，想都没想拉黑他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淼淼竟然来英国了。她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惊讶得说不出话，像个小孩子，紧张的举手无措。傻样，她刮了我鼻子一下，狡黠地笑起来，她的眼睛亮亮的，有星星闪烁。我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虽然来英国1年，
我基本没怎么逛过，但他就好像本地人，对什么网红景点还有好吃的地儿了如指掌。我最喜欢的是约克巧克力节，巧克力让整座城市都是香甜的。他情不自禁地吻了我脸颊，浅浅的撩拨心弦。我直求表白，他欣然答应，一切自然而然发生。我从未体味过爱情可以如此让人沉醉，就连我妈打视频时都说我最近看起来容光焕发，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知子莫若母，还是没瞒住。当知道是淼淼时，群里炸开锅，妈妈和丈母娘同时磕 CP， 这事我没遇到过。一切慢慢好起来，我不想再等提出可以先结婚。他轻轻抱着我安慰，我知道以前的事让你很害怕，你放心，我不会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他，是他让我明白感情是两个人的奔赴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会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我毕业回到国内，直接进入高氏企业。为了积累经验，我特意从底层做起。每天我起得比较早，工作上比所有人都卖力。渐渐的，那些之前对我有非议的人闭上了他们的嘴巴。因为忙工作，我都住办公室，很久没回去，妈妈打电话叫我。回到别墅，我竟意外看见一个熟悉的人。等他回头，我看清楚，不确定喊了声周婷，他做了脸，要不是跟他熟悉，估计连我也认不出他。他絮絮叨叨说了王总老婆闹到学校，学校把他开除了。为了生活，他到处找工作，可找一个就被王总老婆毁一个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去整容，这样才躲得过王总老婆的报复。阴差阳错，被中介公司介绍到我家当保姆。看着他怯生生的样子，我也没计较太多。晚上，我妈张罗了一桌饭菜，邀请淼淼和她妈妈做客。看着淼淼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回到房间，我就紧紧抱住她，我捧起她的脸，鼻尖轻轻蹭着她的鼻尖，她踮起脚吻上我的唇，不知道吻了多久。开门声打断了我们，周婷端着咖啡站在门口，我不悦地蹙眉，下次麻烦敲敲门。她被我说的愣住，连忙解释，是夫人让我给你送咖啡。哦，放那儿吧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她转身的一刻，我看到她眼里稍纵即逝的失落。淼淼试探我是不是旧情未了，我学着她的样子刮了刮她鼻子，说什么呢？有你我就知足了。我郑重地握住他的手，他对我来说不过陌生人。砰的一声，门外响起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，毛手毛脚的，杵在这干什么？去楼下忙去。是官家的声音。看来周婷没有离开，而是站在门口听墙角。我故意很大声，淼淼，我爱你。哼，周婷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安分点。我放你条生路，否则卷铺盖滚蛋。用过晚饭，我依依不舍跟淼淼告别。在家还没在英国好，在英国可以整天在一起。现在当着父母的面，我不好意思留他过夜。求婚惊喜我已经秘密准备很久，他生日那天我就要向他求婚，送走女朋友和丈母娘。我喝了周婷递过来的牛奶，晕乎乎回卧室睡觉。夜里梦魇缠身，我梦到周婷绑着淼淼站在悬崖边，用刀抵着她脖子。周婷威胁我跟她结婚，否则她就杀了淼淼，把她推下去喂鲨鱼。我无奈，只好点头答应。但周婷出尔反尔，将淼淼推下去。不要！从梦中惊醒的我看到身边躺着赤身裸体的周婷，像是掉入另一个噩梦。你怎么在这？我睡觉都会锁紧房门。再说，别墅后边有专门的佣人间，周婷怎么会在我房间？是那杯牛奶，我到底是低估了她。她抱着被子裹紧自己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
是你硬拉着我，我反抗不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。他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惊慌失措的要夺门而出。我掐着他脖子，别跟我耍把戏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？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你去卫生间穿好衣服，一会外边没人，你再出去。也许是没见过我对他这般，他吓得哆哆嗦嗦。我扶着额头，想起淼淼的脸，懊悔自己怎么能着了周婷的道。我点燃一根烟，迷茫地看着窗外，烟蒂烧到手指才回过神。周婷从卫生间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弯腰去扶她，她趁机将我扑倒，炽热的吻落在我唇上。我推开她，狠狠甩了她一巴掌。见不见？滚！她满目猩红瞪着我。明明你是我的，那个女人就是小三，是她把你抢走。我不甘心，我冷笑，戳着她的肩膀。嫌弃我的是你，不要我的也是你，出尔反尔的也是你。我故意上下打量她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配不配得上我？她不生气，反倒狂笑起来。你以为我好欺负？要是这些照片发给她，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嫁给你。她的手机里是我紧紧搂着睡着的她，一脸满足。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，不会那么饥不择食。照片如果是自拍的话，她应该举着胳膊，很容易能看出来。可这明显是第三个人拍的，再怎么说也是别墅，进来个人不容易，家里还有他认识的人。我心里有了底，假意害怕。你想怎样？娶我？不可能，那就等着被我搞臭，好吧？让我想想。见我松动，他高兴地拍拍衣服，推开门出去。我让高叔把别墅的所有监控视频切到我电脑，我一帧一帧看，花了5个多小时，总算让我发现和周婷走得最近的人。当那个人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就明白了，她是周婷离家出走多年的妈妈。我在周婷家见过她的照片，她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样子。我说，要是被我查到真相，我会把周婷送到监狱。她害怕了，毕竟这些年她也没管过周婷。我再把这些年我怎么照顾周婷的事给她说了，为了不让周婷继续错下去，希望她能说出真相。真相和我想的一样，我悄悄录下她的口供，避免再横生枝节。没一会，周婷也被我叫过来。当她看到她妈妈也在，就瞬间明白了，但她的情绪调整得很快，仍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你妈妈已经全说了，我不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我把一张卡扔过去，这里是你还给我的11万，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们。周婷一巴掌扇在她妈妈脸上，你为什么坏我机会？我恨你！婷婷，收手吧。不，她拿起手机，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。事情发酵的比我想象的要快，1天之内，高氏的股票就受到波动。淼淼家那边气愤地找上门，淼淼眼眶通红，我心疼得快窒息。我给他发了很多信息解释，他都没回我。律师把我掌握的证据也公之于众，证据确凿，热度过去，一切都会被大众淡忘。可当一切都要改变风头时，周婷的妈妈一口咬定是我逼迫她，她才那么说的，说照片是她拍的没错，女儿被我欺负，她只想留下证据，要我对周婷负责。一时间，我成了花花公子，脚踏2只船的负心汉。我躲在家里，到处都是记者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。父母很担心我，可我谁也不想见。我想不明白，我错在哪里？为什么生活总要给我当头一棒？我的事情还没解决，竟收到王总的电话，他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就绑架了淼淼。新闻上还播了他杀他老婆的消息，他就是来找我报仇的。所以按照他的要求，我提着钱独自赴约。想到淼淼，我理智不了，
即便知道九死一生，我也要去救他。他约的地点是一个废弃汽修厂，刚进去就一个浓烈的汽油味。淼淼被他绑在椅子上，嘴上贴了胶布，说不出话。见我来了，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。我好想立刻飞奔到他身边，将他抱进怀里。可是王总将刀抵在他脖子上，就像梦里的梦到一样。只不过绑着淼淼的人变成了王总。你别冲动，钱我带来了。我轻轻将袋子放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安抚王总的情绪。踢过来，他不耐烦吼道。我按照他的要求踢袋子，但装了钱的袋子哪有那么容易踢得动？拿过来，敢耍心眼，我就杀了他。他的刀尖刺破淼淼的皮肤，血珠顺着脖子流下来。我吓得心都快从身体里跳出来。你别动刀子，我拿过去。我走得缓慢，脑海里想了 N 个解救办法。如果这个方法淼淼会受伤，我就立刻否定。你他妈别磨蹭，快点！好，就放这，你给老子往后退！淼淼绝望地看着我，我只能给他做口型。别担心，我一定能救你。我提出我换淼淼，我来当他的人质。毕竟冤有头债有主，和他有过节的是我。就在王总即将答应的时候，周婷从王总身后出来，她皮笑肉不笑，双手鼓掌，好感人啊！我把你逼到这份上，你都不娶我，为了救这个女人，你连命都不要。你说是不是？我把她杀了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？不要，她没做错什么。我举起手向他们走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愿意换她。淼淼惊恐地看着我，不停地摇头。淼淼，这辈子我们没缘分，下辈子我还会爱你，爱。以前你对我都是假的吗？周婷愤怒地质问我。我从不觉得她对我有感情，只不过我回到高家后，有钱了能满足她的虚荣心，她才会上杆子求我原谅。王总冷笑一声，腾开手把周婷拉进怀里，掐住她的下巴。真把老子当空气，当老子面跟他调情，我弄死你！王总死死掐住周婷的脖子，周婷因为缺氧不停地挣扎。我错了，他报警了，我们离开。听到警察，王总恢复理智，松开了周婷，转头对着我骂道：你丫敢报警，我活不了，大家都得死，这里到处都是汽油，我发火烧死你们！周婷也被吓住，她对王总说：我知道怎么更让他痛不欲生。听完周婷耳语的王总一脸银光，周婷帮他解开裤子拉链，淼淼嘴上的胶布也被揭开，那畜生竟然掏出他的对着淼淼的脸，给老子含着！要怪就怪你男人害我不行，今天要是老子不爽，你们都得死！我顾不上那么多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要淼淼受这种委屈。我冲过去，一脚踩在王总裤裆，他吃痛没站稳，向后倒去。我拿出兜里的刀子，狠狠扎在他大腿上。他拿着刀胡乱朝我扎来，我一不留神被他划伤胳膊。他突然对着淼淼扑过去，我下意识冲过去，拦在淼淼身前，紧紧抱住她，闭上眼睛。刚才我已经听到警笛声，只要我再坚持一会，淼淼就会得救。周婷尖叫一声，刀子没扎到我身上。我回头，他挡在我身后，王总的刀子扎在他身上。王总大笑起来，都他们是贱人，我们同归于尽。还好警察赶到，抢下王总手里的打火机，制服了他。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我，检查没大碍后，我找护士问周婷怎么样。护士摇摇头，说失血过多，回天乏术，人已经去世了。我爹坐在地上，掩面哭泣。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觉得亏欠他，我恨他，但想过最狠毒的方式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而不是现在欠他一条人命。护士说他临死前
给我留了东西。他说戒指还你，是他配不上你，希望你不要记恨他。护士说完，将一个银质的戒指放在我手心，是我之前送给周婷的。回忆突袭，往事在脑海重现。等我有钱了，给你买大钻戒。不用，我觉得银的就很好看。那时我没有钱，他还没那么虚荣，只是物是人非。我们走着走着，弄丢了彼此。这一刻，我觉得释怀。绑架淼淼是他和王总，人总得为自己做出的事负责。我将戒指包好，扔进垃圾桶，再留下去没有意义。王总还想用精神病逃避法律制裁。我把医院的证明交给警察，他因为绑架罪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失去女儿的周婷妈妈主动找到我，承认了自己帮周婷的事已经不重要了。清理手机时，我发现了那晚的录音。我无意间碰到手机录音，周婷在我床前说的话记录得一清二楚。人都已经死了，再追究毫无意义。因为淼淼说她自始至终都相信我不会背叛她，她气我太善良，把人想得太好。早在认出周婷时，就应该把她赶走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用一场婚礼平息了所有流言蜚语。后来，当年拐走我的人贩子也被抓住，种因得果，人还是得多做善事。另外，别当舔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